爸 please be strong. Please wake up. Mommy is gone. We can't lose you too. Please. Abang, beras dah tak cukup dah. Hanya boleh tahan sampai ujung minggu ni. Sewa rumah pun dah hutang 3 bulan. Kalau tak mampu bayar, nanti kena halau. Siapa yang boleh tolong kita, abang? Mommy, when can I go back to school? I really miss my friends leh.我甲你讲啊，即马咧 ABC 花园真啊危险啊，马路面啊边啊，真啊侪人中 COVID，中坎2礼拜。佫有隔壁咧李子煮草哦，应该是李子啦，伊人讲是李子，伊头家本着在哦，了哦。佫有听讲老万山迄个角头卖糊，红过早火卖甲一半hin去啊，打就是 COVID 了。哎哟，惊死人啊！甲咱讲无事，千万莫去遐边在哦。How many times must I tell you? COVID out there so dangerous. Still want to go out. Cannot stay at home eh? See, the ambulance is here again. 5 times a day this week. Go lah. Next round sure our turn one. Life is hard. I couldn't get a job with a master's cert. I really tried, but I just got nothi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hen will this pandemic end?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已近2年，这场疫情使许多人被困在了像是看不见尽头的隧道中，许多人开始陷入绝望，感觉人生像骤然停顿，生活失去方向，完全看不见未来。究竟我们的前路在何方？究竟我们何时才能看见隧道尽头的那一道曙光？欢迎大家出席由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青年部举办的全国青年和平大会。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凯文，我是诗云。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或许大家都已经对生活失去了热忱与希望，逐渐被心中的无力感吞噬。究竟我们要如何打破现状，从逆境中站立起来，创造人生的价值呢？这就是今天举办全国青年和平大会的目的。今年全国青年和平大会的主题是奋起吧，成为希望之光。让我们以青年的热与力，向社会传递希望和正面的讯息，为在疫情中挣扎的民众送上希望之光。是的，国际创价学会会长石田大作在2021年的和平倡言与危机时代创造价值中，
对青年给予期待，希望青年能积极为解决现今全球社会所面对的挑战提出想法，互相交流，携手构筑一个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和世界。哇，我迫不及待想参与这场青年盛会。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探讨这场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让人类尝尽苦楚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已经感染了超过2亿人，而截至今年9月3日为止，马来西亚已累积大约180万人确诊，当中就有17521人不幸离世。这些数字不是简单而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人、一个个生命，可能就是某一个人的母亲、父亲、祖父母、孩子、朋友等。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说，灾难并不是死了2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2万次。更让我们难过的是，这个疫情让多少病患无法与挚爱的家人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无法好好的做出最后的道别，让活着的人充满哀伤、寂寞、遗憾。这场疫情不只危害了我们的生命，带走了身边的人，更对这个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里，我们想和大家谈谈其中的3个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点，信息疫情。在疫情底下，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信息疫情的现象。信息疫情这一新词，经常被用于形容无限制传播、毫无根据的错误或煽动性信息，使人类社会被歧视和偏见所影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流行病。就如我们在影片一开始所听到的有关 ABC 巴萨的传言，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收过类似的信息吧。很多时候，出于善良的心，我们想将资讯与亲友分享，却可能上了有心人士的当，帮助他们散播危言耸听的言论，加剧了社会的担忧。石田会长说，假如无法彻底揭露错误信息或谣言，它所引起的危险不仅仅是妨碍正确信息的传达，更令人担忧的是谣言背后的强烈歧视和偏见，而使人产生猜疑，最终导致社会分裂。于是，当疫情逐日严重，打开 WhatsApp 听到的又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信息时，人的希望消失了。没有希望的人们靠什么撑过现在，期待未来呢？第二点，人权问题。因疫情而实行的封锁措施，导致人们长时间待在家里。这对某些家庭来说，可能是同享天伦乐的好机会，但对另一些有问题的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不幸的。根据 BBC 报道，新冠疫情不仅让我们暴露在病毒的风险之下，也增加了女性和儿童遭遇家庭暴力的风险。联合国也称，新冠病毒实施的封锁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事件激增28%，每3个月的封锁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案件比正常情况下多出1500万起。而从2020年3月至8月的新冠期间，马来西亚的家暴案件就有2000起，比疫情爆发前增加了整整53%，其中有80%以上的受害者为女性。而在 MCO 2.0 的1月到3月，
儿童性侵案也增加了，其中有35%的加害者是他们的家庭成员。这是因为长期被关在家所导致的压力增加，施暴者少了释放压力的管道，而受害者又无法出门寻求帮助。你说的没错，但除了妇女和儿童，面对人权问题的还有客工。许多人对客工一词感到很陌生，因为我们常称之为外劳。除了称呼，人们也经常看不起他们，并对他们有许多的刻板印象，比如觉得他们不卫生，而造成了宿舍感染群。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吗？我国劳工部多次突击检查员工宿舍，发现雇主提供外籍员工的住宿条件极差，环境脏乱，根本不符合我国的劳工法。大家看看这些照片，宿舍房间狭窄且残旧，连天花板都要坍塌了。而员工的床垫和枕头等非常脏乱，再加上没有紧急逃生通道和厨房等，确实存有安全隐患。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客工感染群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客工本来不爱卫生，还是雇主没有照顾他们的基本权益所导致的呢？第3点，经济衰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所发表的年度就业展望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全球有大约 1.14 亿个工作岗位流失，这造成许多家庭陷入财务困境。在我国，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8%打工一族的储蓄都不足以维持1个月的生活费。还有至少8%的 M40 群体都掉入 B40 群体，许多中小型企业及商家都纷纷宣布倒闭。这显示许多人的经济在疫情下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政府实行的封锁措施是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但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经济严重衰退。因此，要保住经济还是控制疫情，这成了两难的局面。没错，其实这些社会问题带来的伤害会体现在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身上。因此，若要解决问题，则必须在社会当中进行剖析和思考，找出最适当的对策。是的，从以上的分享，我们确实能体会到疫情对社会和国家所造成严重影响。但是，越在危机时刻，我们越要秉持坚韧的精神，携手克服困难。那我们要如何建立团结的行动，一起对抗现今严峻的新冠疫情呢？现在就让我们听一听以下两位青年的发表吧。就如刚才所提到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迫危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单一灾害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危机。从疫情的爆发而延伸出的经济、人权等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存权与生命尊严。在2021年的和平倡言里，池田会长提到，如果我们把世界各国比喻为在海洋航行的船只，新冠病毒就像无可匹敌的大风暴，同时袭击所有船只。虽处于同一个烦恼之海，但各艘船只被冲往不同方向，偏离航线。因此，
现在最重要的是，各国必须超越差异以及各自眼前的利益，在这场危机中团结一致，致力减少和消除所有人面临的威胁。可是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20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当英迪博士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话：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现在就让我们回顾历史，一起来看看人类如何以团结行动来对抗大流行病的危机吧。这是于1950年代，冷战最为激烈时，美国与苏联的专家协力开发了预防脊灰病毒疫苗的势力。脊灰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它会侵袭人们的神经系统，可在数小时内使人全面性瘫痪，导致永久性残障或死亡。而婴儿和孩童属于最容易受到感染的群体。当时爆发的脊灰疫情感染了成千上万名儿童。为了预防脊灰病毒感染扩大，美国当时开发了一种口服疫苗。但由于美国人民大多以注射疫苗，口服疫苗的临床试验遇到了阻碍。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当初与美国敌对，因此尽管是对自己国家的孩童会带来好处，他们对此合作的想法抱持冷漠态度。但是后来，由于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苏联当局于是寻求与美国合作。经过双方同意后，于1959年开始在苏联及周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终于成功开发了安全且有效的疫苗，也协助了其他国家防止脊灰病毒的蔓延。哇，这种以人为本的国际合作，正是我们现今最需要的。倘若国家之间能够把分歧和意识形态搁置一边，团结对抗疫情，我们就可以在这场危机中找到出口。对呀，在2021年的和平倡言里，石田会长也强调，必须着重于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将当前的危机变为转机。通过联合国强化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必须回归以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为出发点，展开合作。基于此精神，一些国际机构，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这疫情期间增强粮食资源，运送急需的医疗物资与人道援助等，确保那些经常被忽略的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及时的资源，为国际合作开辟了道路。而在这当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如何确保所有国家获得稳定的疫苗供应，以阻断疫情的扩散。但疫苗的开发和采购通常都是以先进大国为主导。那么，我们要如何确保发展中或低收入的国家都能迅速及公平地获得安全的疫苗呢？好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去年4月，在新冠疫情爆发的1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便与政府和民间的合作伙伴等联手推出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简称为 COVAX 机制，以确保全球可以迅速、公平地获取冠病疫苗。目前共有19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COVAX 机制，其目标是于2021年年底在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其中13亿剂将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而马来西亚
也在这 COVAX 机制中受益，在去年签署 COVAX 后，保障了马来西亚18%人口的疫苗供应，其中包括于今年4月21日收到的首批阿斯利康疫苗。哦，对啊，我和家人都在5月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呢。多亏有了 COVAX 机制啊，我们才能尽早接种疫苗，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是的，这也呼应了 WHO 自疫情爆发开始所提出的口号：除非人人安全，否则无人安全。正如大流行病 pandemic 这一词源自于希腊文 pandemus， 意思是指所有人。因此，如今重要的是人人都要负起共同的责任，一起对抗疫情。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防疫措施，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例如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消毒。此外，尽量减少出门。身体若有不适，应该自觉地避免参与社交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尽快接种疫苗，履行公民责任。没错，对抗疫情，人人有责。即使处于严峻的危机中，只要确立和保持万众一心、克服危机的意识，增加在社会中构筑复原力的人手，我们必定能突破僵局，跨越这场危机风暴。谢谢以上2位青年的精彩发言。听了他们的分享后，我本身更加确信，只要我们人类不断扩大团结的力量，不让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或国家掉队，我相信我们绝对能构筑一个人人都能活出人性尊严的时代，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策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是的，这让我想起了今年1月22日我们所迎来的大好消息，那就是民间社会引颈期盼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TPNW 正式生效。这也是全球团结行动所缔造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标志着一个终结核武器时代的开始。去年10月，当得知 TPNW 达成生效条件时，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原爆幸存者，芥子色落 Tetsuko Tsuruo 说道：“当得知这条约已达到第50个批准国时，我兴奋地站不起来，双手掩面喜极而泣。我充满了极大的成就感、满足感，还有对大家感谢的心情。我相信其他受害者，无论是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幸存者，或核实验受害者，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多么令人动容的一幕啊！我相信这巨大成果的背后，也一定少不了坚定的信念，以及夹杂着汗水与泪水的不懈奋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入时光隧道，看一看民间社会如何团结一致，迈步于朝向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缔造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美国对广岛与长崎投放了2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造成数十万平民瞬间死亡。广岛与长崎这2个原爆城市，长期以来也承受着可怕的后果，其中包括原爆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其中一位原爆幸存者山中惠美子在原爆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惨痛经历。
经历原爆时，他只有11岁。当时的他正前往看医生的路途上，突然间一道强光闪过后，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并失去了意识。醒来时，他被埋在一堆碎石底下。惠美子开始尖叫求救，当时一位男子出现在他眼前，并努力拨开碎石，向他伸出了手。当惠美子抓住男子的手时，只见他手臂的皮肤滑落了下来，但男子还是努力将他从废墟中救了出来。当他被救出后，眼前所呈现的是令他毕生难以磨灭的画面。原本充满朝气的早晨，顿时变得灰暗般的黄昏。人们在黑暗中四处逃窜，只剩下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半裸的尸体被烧成了碎片。尽管侥幸存活了下来，但经历原爆的他，在往后的人生都经历着无尽的痛苦与折磨。由于受到辐射伤害，他接二连三地患上各种疾病与癌症，也受尽各种歧视。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的3位女儿都接连患上辐射所带来的遗传性疾病。每当孩子生病时，他心里不断呐喊：“请原谅我吧！”他心中唯一的渴求就是孩子能够战胜疾病，得到幸福。惠美子的故事是众多原爆幸存者中的其中之一。正因为体会过核武器所带来的痛苦与悲惨经历，这些原爆幸存者誓言，绝不让任何人再次体会同样的惨痛。70多年来，他们努力地奔走、宣传，与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政府一起展开跨越国家的合作，在世界各地制造反对核武器的声浪，为彻底根除核武器创造了一股动力。其中，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 ICAN 在推动禁止核武器上扮演重要的协调角色。自2007年成立以来， ICAN 与超过100个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团体合作，并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 ICAN 的国际伙伴，国际创价学会 SGI 也透过各类活动，提高人们对于核武器危害和反对核武器的意识，当中包括推动反核武器展览和收集原爆体验分享。而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SGM 也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各州积极推动反核武器展览，举办和平讲座、和平之跑等，并于2020年推出了 Rakan TPNW 的社交媒体平台，为推广和平与废除核武器运动献出一份力量。是的，经过世界各国、民间组织及和平分子超过75年的努力，禁止核武器条约终于在2021年1月22日正式生效。这个全面禁止发展、试验、生产、储存、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的生效，无疑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为人类社会带来划时代的意义。怎么说呢？第一，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人类历史上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第二，
禁止核武器条约首次纳入了使用核武器与核实验所带来的灾难性人道后果。第三，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生效是民间社会与国家齐心为废除核武器努力奋斗的结晶。划时代的 TPNW 正式生效，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团结起来终结核武器时代。作为民众的我们，可以为废除核武器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学习和了解核武器的威胁及废除核武器的重要性，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从而提高大众的反核武意识。我们也可以举办或支持倡导废除此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活动，或专写有关议题的文章。创价学会第2代会长户田成胜在1957年发表的禁止核武器宣言中呼吁，要拔除隐藏在核武器背后的魔爪，而这魔爪就是侵犯他人生命尊严的暴力思想。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反思，不断完善自己，并尽最大的努力展开对话，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建立信任与尊重。让我们携手对抗暴力思想与文化，创造尊重生命尊严的和平世界。谢谢以上2位青年的分享，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了 TPNW 的意义及废除核武器未来之路与行动。TPNW 的生效向世人揭示了，尽管在严峻的疫情底下，只要人们持续朝向同一个目标齐心奋斗，必定可以创造出带给人类希望曙光的崭新历史。是的，即使目前处于如严冬般的疫情时代，我们也必须秉持着相同的信念，一起展望及建设如春天般美好的后疫情世界。说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想过，后疫情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在疫情过后，我们希望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大家现在不妨闭上眼睛，好好的去想象着那一天，我们可以脱下口罩，深深的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一天，社区重新恢复生机，我们可以拥抱我们的家人，与许久不见的亲友聚餐，尽情畅谈，开怀大笑。Saya harap saya boleh bawa keluarga saya bercuti, balik kampung macam biasa, jumpa kawan-kawan lepas COVID ni, tak ada. So I hope that we can travel again and hope that our kids can go back to school. I actually don't like these virtual online classes. Hope they can, go to school and have a face-to-face classes with their teachers. 珍惜生命，也希望看到经济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大小互相更加 united 在一起这样，然后看到全部人都很用心去帮助别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Saya nak menjalani kehidupan tanpa rasa takut and berharap dah tak perlu pakai mask supaya dapat tengok senyuman dekat orang sekeliling.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疫情过后的世界有更多领域的人才会出现，创造更有价值和达到和平的世界。哇，多么美好的愿景啊！通过以上的采访，我们更了解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后疫情时代的憧憬。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建设后疫情世界的美好社会呢？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一下3位青年和我们探讨如何在后疫情世界重建生活。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新冠病毒危机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以往的各种危机，导致16亿劳动者面临失业问题。16亿劳动者的概念其实就是相等于全球劳动人口的一半的谋生能力严重受挫，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时联会长在和平倡言中提到，在这疫情的冲击下，迫切需要加强人们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机会，让每一个人在遭到贫困、失业、疾病等丧失谋生能力时，生活能受到保障，以支撑人民生活的基础。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也采取提供贷款、税收减免、发放现金等援助，以刺激经济及维护企业生存，保障工作机会。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危机，并非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挑战，可能会持续到未来数个月，甚至可能是数年，所以需要有可持续性的对应政策。因此，时联会长建议，其中一个可能采取的方向是发展新产业，通过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创造出就业机会，强化社会保障制度。那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由非洲联盟主导的绿色长城项目，简称 GGW。绿色长城项目从2007年开始，沿着撒哈拉沙漠地带种植长约8000公里的树墙，至今成功恢复了2000万公顷的退化土地。此外，该运动的其他成果还包括在植树和农业等领域创造了33.5万个绿色就业机会，改善了由于沙漠的侵蚀所引起的慢性粮食不足，以及稳定了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条件，并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这是不是一个令人非常鼓的成就呢？以上的例子不仅改善了环境问题，也让许多非洲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享有应有的人权。说到人权，在疫情过后的世界中，我们也必须努力建设一个人权文化的社会。人权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疫情的肆虐更加剧了人权被侵犯的问题。例如，随着疫情蔓延而导致的信息疫情，令许多患病者及弱势群体受到歧视，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分裂，破坏了人人应该享有的尊严与人权。为了防止信息疫情的蔓延，联合国于去年5月发起了验证倡议，以对抗有关新冠疫情的错误信息或谣言的蔓延。联合国与多家媒体合作，传播已得到专家和科学家核实的准确信息。该倡议也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参与，成为信息志愿者，积极分享可靠的信息，以确保家人和社区的安稳与联系。Edwin， 这个不是你家附近的那个疫苗接种中心咩？你看哦，排队排到这样长哦，都是外劳啊。听讲哦，那天有人在那边接种疫苗后啊，就确诊了诶。你们谁要是收到预约的话，最好是不要去啦。嘿，朋友，这个消息是经过证实的吗？如果没有，请不要随意转发，避免误导别人啊！而且外劳也是人啊，现在疫情告急，大家都应该尽快去接种疫苗。如果他们没得到保护，整个社区也还会有感染的风险啊！所以在此温馨提醒，请大家记得在转发信息之前，先核实来源，阻断信息疫情，不让谣言背后的歧视和偏见继续蔓延。让我们一起成为贤明及值得信赖的信息志愿者吧。
好，如前所述，新冠病毒危机几乎影响着社会的所有阶层。也许有许多人已强烈地感受到生命尊严受到凌辱，但慈田会长提醒我们，必须警惕，不可让因恐惧而延伸的绝望感转为对他人产生厌恶感。反之，重要的是，我们要将之转为同情他人，对他人所面临的困难与痛苦感同身受，并努力从事建设性的行动，以扩大团结的阵容，进而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在这疫情底下，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民间团体自发展开行动，向处于水深火热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疏解他们的生活困境。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例子吧。首先是食品援助基金会。食品援助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是马来西亚首个非营利食物银行。创办人因为看到每天都有许多剩食被丢弃，觉得太可惜，才决定创办食品援助基金会拯救食物，并为慈善机构、贫困家庭提供粮食。8年来，该基金会已收集了超过100万公斤的食物，救济了近300万受惠者。不仅填饱了他人的肚子，同时也能减少因食物浪费而造成的环境问题。接着，我们来看看妇女援助组织，简称 WAO。妇女援助组织是全马首个为家暴幸存者提供收容所的组织。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WAO 也持续为受害妇女及儿童提供援助，协助他们脱离家庭暴力的险境。为了使家暴幸存者能够自强， WAO 也提供了妇女在财务管理、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建立这些基础技能， WAO 希望能确保幸存者有信心和专业能力，展开一个远离暴力和虐待的新生活。最后是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简称 SGM。 本着同苦的慈悲精神， SGM 在近期也向以上2个机构捐助善款，协助弱势群体疏解生活困境。此外， SGM 雪州文化会馆也提供会场充作疫苗接种中心，为提高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做出贡献。自疫情爆发以来， SGM 也展开了希望对话运动，与会员及亲友保持紧密联系，互相关怀及鼓励，启发彼此在生活中不断挑战，为自己和他人送上希望之光。无论时代多么混乱和令人绝望，都要确信自己生命中都具备无限创造力，并发挥更大的包容力，积极投入贡献于社区，将自己的处境转变为旅行独有使命的舞台，为身边的人带来希望和安全感。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努力构筑我们所憧憬的后疫情世界吧。哇，非常感谢以上3位青年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振奋人心的行动。是的，即使面对危机，当每一个人拥有无论如何都想要出力帮助他人的强烈欲望，就算只能帮助一个人，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为他人的幸福展开行动时，就能在生活中创造最高的价值。没错，而身为青年的我们，更应该充当先锋，率先投入在社区中扩大善网络，建设一个人类和谐、共存共荣的后疫情世界。对面对苦恼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是身为青年的使命。身为青年的我们，必须站立起来，以无限的日与力，展开充满慈悲与智慧的行动，帮助深陷痛苦深渊的人。作为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的饮食治疗师，我努力地为与癌症搏斗的患者提供最好的资源。国际创价学会池田会长曾说，人生的价值只有在辛劳和使命中产生，青年一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挑战到底，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随着国家免疫计划实施，我的机构参与了卫生部的疫苗接种计划，提供上门疫苗接种服务。该计划的目的是为那些无法前往公共疫苗接种中心的重病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和有需要的人提供疫苗接种，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疫苗接种计划中掉队。同时，我也继续通过各种平台，为我机构的成人和儿童癌症患者提供线上饮食资讯。此外，我也协助医院看护患有冠病的病人。大多数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冠病患者都需要进行镇静和戴上氧气罩，并通过试管输送营养、水分和药物。作为饮食治疗师，我的责任是要确保以最安全和有效的方式为每一位患者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些未服用镇静剂的患者在感染冠病之前、期间和之后也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饮食习惯的改变、丧失味觉和嗅觉以及食欲不振的副作用。由于工作繁重，有时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想放弃这份工作。然而，看到患者们的笑容，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重新燃起心中的热情。在我心中，没有什么比能够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更有价值了。无论你受过多高的教育，你如何对待周围的人，最终都会反映一切。我最近收到了修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决意要加深我的专业知识，并用我所累积的经验为社会做出贡献。2017年，我有幸成为由学生部所举办的和平倡言讲座的主讲者之一，让我有机会学习池田会长的和平思想。从那天起，我下定决心要在现实生活中以实际的行动实现会长所提及的人道精神。于是，我和几位主讲者便决定走访难民的社区，聆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困境。在还没接触难民之前，我以为所有的难民都是像网络上所看的负面新闻那样，经常酗酒、打架闹事、抢劫等等。但是在接触他们后，我发觉其实难民们都很热情友善，尤其是难民小孩们。看到我们时，孩子们都非常兴奋，脸上都挂着满满的笑容，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和其他小孩一样活泼可爱，并且具有无限的潜能。孩子们都期盼着自己能够上学，得到完善的教育。之后，我们也邀请了难民们一起参与和平倡言的演出，给予他们希望、勇气和生活下去的力量。与难民们的邂逅，让我抛开了对难民的偏见，和他们建立真正的友情，也建立了我对处在困境中的人的同理心。疫情期间，我也积极地联络我的难民朋友们，关心他们的近况。在得知他们面对工作和经济的苦恼后，我也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资源，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池田会长曾说过，无论如何辛苦，处境看似如何绝望，也要携手前进，为自己及他人的幸福不屈不挠。这是对人的精神表示推崇的伟大宣言。秉持着绝不离弃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信念，我决意致力于从地球上抹去
悲惨2字，成为一位为在困境中的人带来希望的青年。谢谢郑源和陆星的分享。当青年决定挺身而出，照亮自己所处的地方时，就能为其他人创造一个安心立命的空间，让人寻获活下去的力量。这样的空间闪烁着共存精神的光辉，正是迈向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社会的关键。是的，在今天的全国青年和平大会上，我们一起探讨了人类社会在这危机时代中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我们也学习到，无论人类面对多大的考验，只要凭着团结的力量，就绝不会有跨越不了的障碍。对，就如池田会长所说，只要青年众心成城，未来就会充满希望。我们从今天起再次立下崭新的决议，积极展开利他的行动，携手创造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新时代吧。青年是人类的希望，青年是世界的曙光，奋起吧，青年！成为希望之光。我决意为未来培育更多出色的青年，与需要帮助的人展开更多的希望对话，成为社区和社会的希望之光，为身边的人带来绝对的幸福。在这艰难的时期，我决意保持着一个正面的心态，并且绝不离弃在困境中挣扎的人。让我们相互扶持，在这疫情期间保持积极和坚强的心态，这是让我们继续阔步于正确轨道的重要关键。我决意要鼓励更多的人，扩大善的力量，并鼓起勇气帮助那些在疫情中挣扎的人。让我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吧。作为青年，哪怕能力有限，我也决意要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从学习社会问题开始，与身边的人分享，并一起展开行动，建立更美好的世界。作为地球上的一份子，我决意成为和平爱好者，
积极参与任何促进世界和平的活动。我决意以一颗慈悲的心和善良的举动去帮助别人，成为社会和社区的栋梁，开创一个充满希望、崭新的时代。无论世界如何动荡，我决意在我的生命中创造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我将与我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携手，继续在世界各地散播和平与幸福的种子。迈向2030年，我决意成为一位致力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锋。我将努力学习更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讯，并积极与他人展开对话，分享此课题。一切都从一个人开始。身为青年，我决意要与朋友展开更多有建设性的对话，并真心地为那些处于困境的人的幸福而祈求。